各位朋友，前几天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北京小飞机撞大楼这个事儿，来了最新的这个结果吧。传来的消息是中央震怒啊，据说呢1号首长亲自下令批示啊，然后呢现在呢从这个民航局的高层已经开始清理这些这个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人了，还有一些腐败分子。你想想，这个公司这么多年来在北京的周边搞这种所谓的低空的商业，它跟民航总局有没有利益输送关系啊？肯定是少不了的吧？这些腐败分子这回可就倒了霉了。由于压力太大中国民航总局的一个高层已经出来自首了，但这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仅仅是一个纪委的高官，那下一步呢，一连串的和这个事件有关的东石双月的那个60多岁的老色批，跟那个家伙有关的这一串全被他连累了。据说这个东石双月公司现在呢已经注销了那个东石双月公司请的那些美女双飞员，是这么叫法吧？A 飞员陪飞员多顺嘴的好吧。那有没有涉嫌这个违法经营有没有出卖身体色相那个60多岁的老色批怎么就这么着迷到最后驾驶着小飞机撞大楼去了？根据民航界内部人士现在在那个 Twitter 上有个叫图图老师的透露，说当天晚上警察就把这个东石双月公司的上下领导，再加上包括那个审批塔台的起飞的人员，所有有关的，包括这个双飞陪练员这个捞女，把这个老色批骗的是倾家荡产的这位全抓到监狱里边去了，到现在一个也没出来，抓了12个人，到现在一个也没出来。说你们这个玩忘年恋玩崩老头，你们自己崩就行了嘛。好家伙，这一下把这个中国的低空商业全给崩没了。你说崩老头的危害有多大呀？最新的消息传出来了朋友们，只要是北京周边的就是华南华北的所有的全都低空商业全完蛋了，私人飞机商务私人飞机也不能飞了。你说那些大老板们，人家花了上亿的钱买的那个豪华的私人飞机，完了全停了，这回全停了个屁的了。那停了怎么办呢？执照全部吊销，以前批出来的这些全部的这个低空那个低空商业使用的空域全部作废，重新审批，全部作废了，一架飞机也别起飞了。不光是飞机以前的时候北京周围有玩什么的呀？有玩跳伞的有玩那个什么的呢？玩那个滑翔伞的，是吧？当时呢，那个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呢有这个朋友他就喜欢玩那个滑翔伞就是周末呢找一个北京的西山上，然后呢就他是有动力的就是那个能坐一个人，也能坐，有的时候能坐一个人的那个，也有那个能坐俩人的，就后边有一螺旋桨有一单缸发动机，有一螺旋桨，是单缸的吗？那玩意儿是谁知道，反正甭管几个缸吧，然后一飞上面带着一滑翔伞就起飞了这个徜徉在云中
啊，白云扑面而过。我在底下看着，反正是那个挺惬意的。他邀请我做，我都不敢做啊，挺惬意的。这回全不能玩了啊，朋友们，全不能玩了啊！而且传来的最新的民航圈内的消息啊，开始叫全国性的重新培训啊，就是第2期通航安保管理人员啊，就是通用航空安保管理人员任职的啊，要有证了啊，没证是不行了。就说你要是想那个搞这玩意儿，比如说搞这种培训啊，搞跳伞的训练呢，完全重新考证啊！举办2026年第2期通航安保管理人员任职初始培训班。哎，这没说这个多少钱啊？反正是重新培训，必须得重新培训啊！安保负责人必须得完成相关的考核科目，取得相应的岗位的任职资质。7月6号到7月7号啊，就是说不让你们飞吧，先别飞了，然后呢重新考核，那考核了以后取得证书，让不让飞那都再说了。就是整个的中国的低空商业彻底完球蛋，不光是这些商业公司、民航的低空航空公司受牵连，全中国所有的从事飞行行业的飞行员全部得排查一遍，看到了吧？飞行员情况摸排分析清单来了啊！说要排查这个飞行员的第一，个人财务类的风险，信贷与逾期风险，各种贷款，房贷、车贷、消费贷、经营贷、网贷、私人高利贷、亲友大额借款、征信记录、信用卡逾期、贷款逾期、失信被执行人、限高、法律诉讼、民间借贷、担保行为、为他人企业做贷款担保人、连带负债风险啊，高投资投机的风险啊，说高风险的投资，股票、期货、数字货币、虚拟币、外汇杠杆、贵金属配资、私募非标、实业投资、参股公司、开店、合伙经营是否存在着经营亏损、股权纠纷、博彩相关，就是网络赌博、线下赌场赌球、棋牌大额输赢、借贷赌博收支与异常的资金流动、月度收支失衡、收入远低于支出、大额的不明进出账、频繁的大额转账、境外资金往来、地下钱庄、跨境私对私的大额汇款、境外账户频繁移动、大额消费、奢侈品、豪车、房产频繁的购置买卖、大额充值、大额赠与他人还有什么负债的衍生风险、催收情况、银行网贷催收系统频频联系上门催收、债务曝光风险、债务隐瞒，向公司家属隐瞒了巨额负债，存在铤而走险、违规牟利的动机。还有2，家庭婚恋关系类婚姻的稳定性、婚姻状态，未婚是否处于网恋过程中，已婚是否涉及到分居、长期冷战、离婚、再婚、多次离异等情况，婚姻矛盾、长期的家庭争吵、家暴、施暴、受害、离婚诉讼、财产分割纠纷、婚外关系、婚外情、长期同居、非婚生子、情感纠纷、勒索、名誉风险2，直系亲属的情况，配偶的职业，配偶有无不稳定的高风险类的行业，借贷、金融中介、博彩、境外的灰色行业，无业待业、长期无收入，父母健康与经济，父母的重大疾病，长期的高额医药费，老人无社保依靠飞行员供养的亲属比如说涉案的直系的近亲属有无失信、刑事犯罪、涉赌、境外非法滞留记录，还有子女的衍生压力，子女留学、海外留学高额开销、境外独自生活、外籍居留身份规划。
子女的重大疾病、特殊教育、长期高额支出、子女升学、择校大额的人行支出、攀比消费带来的经济压力、家庭的重大变故、近3年亲属离世、重大意外、家庭拆迁、财产纠纷、遗产分割矛盾、出入境的记录、3年频繁出境、无合理理由短期多次往返敏感国家、地区私自出境报备缺失、借休假这个公务变相滞留境外、境外身份与资产、境外绿卡永久居留权、他国签证长期有效、境外房产、境外存款、境外保险、境外信托、离岸公司持股、委托他人海外资产是吧？资产来源无法说明、境外社交往来、长期境外友人、境外不明身份人员高频联络、境外机构兼职挂职、参与境外线上社群、境外灰色的平台交流生理与心理健康安全、生理健康、年度体检异常、高血压、心脏病、眩晕、睡眠、呼吸暂停、视力、听力衰退、慢性疾病需长期服药、精神类药物、镇静类、助眠类等这个管制类药物服用史、外伤手术史、颅脑、脊柱、心脏重大手术、后遗症影响飞行操作、烟酒成瘾、重度酗酒、长期大量饮酒、醉酒记录、烟草成瘾、违禁药物接触，还有心理健康危险、心理测评异常、抑郁、焦虑、躁狂、偏执、冲动型人格、自杀倾向评估记录、重大心理刺激、亲人离世、失恋离婚、重大亏损、重大飞行差错创伤、情绪自控能力、日常易怒、极端情绪化、职场冲突、长期失眠、心理咨询记录、主动被动的心理干预、心理治疗的时长复发风险、成瘾类的问题、酒精依赖、药物依赖、游戏重度成瘾、短视频沉溺、冲动消费成瘾、职业履职与飞行的相关风险这个飞行资质、执勤状态、飞行经历波动、长期停飞、复训不达标、模拟机考核多次不合格、执勤疲劳、刻意隐瞒疲劳、超标准执勤、私自调换航班、谎报休息时间、飞行差错记录、近3年的差错、不安全事件、违规操作、局方通报批评、处罚记录、职业态度与思想动态、离职倾向、多次提出离职、寻找外部航司这个机会，然后呢消极怠工、抵触公司管理、薪酬不满、长期抱怨薪资待遇、对比外部滋生违规牟利的想法保密意识、什么泄密、飞行排班、航线机组信息、公告运营数据、航空信息、培训与纪律表现、安全教育、廉政培训缺席、考核不及格、违反公司制度、考勤造假、虚假报备、外出不报备、请假事由造假、廉政与利益往来、外部利益输送与维修、航油票务、地面代理、私下收受礼品礼金、宴请、利用飞行便利、私带物品、捎货、违规带货、有偿协助他人出入境相关便利、社交圈的行为管控、社交人员构成、密切交往人员、社会闲散人员、放贷从业者、涉赌人员、失信人员、境外不明人员、圈层攀比、长期与高消费人群往来形成超前消费、攀比负债压力、线下的不良行为、出入高风险场所、私人会所、地下棋牌、酒吧、夜店、通宵、涉黄场所、聚众饮酒、酒后滋事、酒驾、醉驾历史、治安处罚记录、线上社交风险、社交账号抖音、微信、微博、海外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吐槽行业、局方、公司、网络借贷、网络赌博、线上投资理财群长期活跃、私密社交、网恋、大额金钱往来被他人拿捏隐私民间组织的参与、私自参与非正规的商会、投资互助会民间众筹、境外线上组织是吧？法律与违法的违法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司法诉讼记录，人人过关，人人交代。各位，就上边这些条，我就请问，
哪一个飞行员会合格啊？这个飞行员简直是比圣人还完美才行，对吗？一个飞行员啊，那个是那个卖的那个是那个员，一个女字旁那个员啊，那就是一个飞行野鸡，毁了中国可以说整个民航业。你知道这个事情，中央1号震怒，那底下的人啊，那不就得表忠心，矫枉过正吗？你这样弄下去，还有合格的飞行员吗？朋友们，你说这个事儿大不大吧？一个老色批，一个飞行野鸡，毁了全中国的航空业。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